嗨，上一集我们谈花钱跟赚钱，但是呢，还是有一些人有一些问题，所以呢，我们打算集结大家的问题，再拍第二集。好，来，第一个问题是，假如是借别人的钱来买东西呢，例如用信用卡预支消费，会产生什么样的结果？就有人说啊，他以前也是跟别人借钱来花，但之后就有负债，所以之后该花的花，该存的还是要存。大家都把焦点放在钱这个东西上面。事实上，显化法则运作不是在物质的层面，它是在感受的层面。也就是说，你正是感受一个美好的感觉，那你就显化出下一个美好的感觉，回馈你自己，就显化出一个情境回馈你自己。那这个情境的美好感觉，如果需要金钱去支援它，那金钱自然就会来。这个就是吸引金钱的来源，而不是那个钱这个东西。这个东西其实是没有意义的。因为我们生活里面任何事情、人事物、各种事情，我们面对情境的时候，我们得到的是感受，感受才是真实的，不是那个什么东西。所以显化法则的基础就是在感受上面，并不是在所谓的金钱上面。金钱是用来 push 那个感受，去推动感受，支持感受，要去 support 那个感受。怎么样支持感受？就是你很多美好的感觉回来，比如说你看到一个很棒的东西，你想获得它，那你要如何获得它？那你可能用钱去获得它。所以钱帮助你获得那个感受，不是把焦点放在钱上面。你认为说，当我负债去买一样东西的时候，我就换到负债，那么这个想法是什么？这个想法就是空虚匮乏。你空虚匮乏就换取空虚匮乏回来，很简单的道理。你用什么丢出去，你就回来什么。所以你如果有空虚匮乏的感觉，你不要去花钱，因为丢出去的是空虚匮乏，而不是丰盛的感觉。我们谈花钱开心的花，是建立在你很开心的去获得了一样东西。对啊，对啊，你是获得，不是失去东西。你要知道这一点，千万不要有失去东西的感受。你花了钱出去，你想啊，我变少了，那你就啊，糟糕了。因为你是感觉变少了，你感觉变少了，换取就是变少了，就匮乏回来，所以你一定会负债，一定会哇，越来越喘不过气来。为什么？因为你是匮乏的。你丢出去的是匮乏能量，不是丰盛的能量，所以大家在这上面要理得很清楚，如何去进行。越花越开心的意思是说，你一直不断的获得东西，丰盛。我们去吃一餐，我们不是付了钱出去，我们把钱这个东西完全丢开来看任何事情。我们今天去吃了一顿美食，那你是不是获得一顿美食？你今天去买了一件漂亮的衣服，你是不是获得一件漂亮的衣服？如果你没有做这件事的时候，没去接触这个衣服的时候，那你就没有办法获得这件衣服，你没有办法获得美食，你没有办法获得一次旅行，你没有办法获得一次让自己开心的机会，那就是这样如此而已啊！你就是去进行一样接触到一个现象，然后并且获得了一个美好的感觉，就结束了。这个过程当中如何进行的？可能会有钱上面的运作，那个东西不要把它看在眼睛里面。哇，这个东西，所有人都把焦点放在这个东西，那是过程，不是结果。我们看的是结果，去显化出下一次的结果，不断的丰盛，而不是那个过程当中需要什么来支援。这过程当中有很多东西需要支援，你吃一顿美食，整个过程非常多的环节。比如说要厨师要有食物，然后要有一家餐厅，然后要有交通工具，要有你的钱等等。钱只是这整个环节里面其中一个小小的环节，然后你却把这个环节无限放大，然后认为它是极为重要的，没有不行。其实没有那家餐厅你也吃不到啊，不是没有钱才吃不到，是没有那家餐厅你也吃不到那一顿美食。所以所有过程当中是用来支持那个感受，钱是其中一个环节而已。你如果把焦点一直放钱，那你就会卡在那里，因为这个环节很多层面都不是你需要去关注的，你关注的是那个显化的感受，感受不断的哇丰盛美好，然后显化出下一次丰盛美好，下一次丰盛美好来的时候，它如果需要金钱去支援，那么金钱自然就会来支援你去完成这次丰盛的显化，就是如此而已。大家有没有开始听得懂了？那第二个问题是，就有人的身边有那种一赚到钱就享受的人，好过的时候就名车豪宅旅游，那不好过的时候地下钱庄就来讨债。那这就让我想到，就不是有一些例子是有些人中了乐透头彩，那他很有钱，那哇，他开始享受生活啊，然后挥霍啊，但是到最后他不但没有钱，反而还负债累累，身败名裂。那这又是怎么回事啊？这跟我们刚刚说的是一样的。
你花钱的时候，如果你是专注在钱上面，你会专注，你不是觉得你在获得东西，你是觉得你在减少东西。这个信念它会越来越滚越大，就是即使你中了乐透有1亿好了，然后你中了1亿的乐透，那么你就每个月花掉几百万、1000万，然后你越花你就觉得奇怪，看那个数字哇越来越少。然后你就开始心慌，你心越慌，投射出去就是匮乏、恐惧的能量，那就换取更多的匮乏回来，然后很快哇，钱投资一个什么，然后就不见了，然后就亏了，然后又不知道做了什么，然后钱就亏了。这个不断的滚的是什么？你的恐惧以及匮乏感。你的恐惧以及匮乏感才能让你显化出负债累累，然后身败名裂，然后一无所有。大家要非常清楚，你用什么信念去显化出什么情境。所以我们在金钱这件事情上，第一要件就是先消除恐惧。我们消除恐惧最主要的方式就是不要把焦点放在钱上面，钱就是你完成生活各方面所需的一个过程。那过程很多环节，为什么你一定要把焦点放在那个环节上？这是一般人很多会这样子去思考。那这不就是其实富有跟贫穷是我们的内在，而不是外在？没错，一切的外在都是我们内在去显化出来的。那所以内在很贫穷的人，就算给他好几亿，他还是贫穷的，因为他内在是贫穷、匮乏、恐惧的，所以他很快就会显化出贫穷、匮乏、恐惧的情境。那假设说有一个内在很富足的人，那他可能一开始没有什么钱啊，或是没有丰盛美好的情境，但是因为在那个当下他就是丰盛富足的，而且这个状态一直持续下去，所以他就显化出很多丰盛富足，不管是旅游啦，或是金钱啊，等等等。是这样没有错。但是有些事情就是看每一个人对于想去接触这个世界、体验这个世界多少的层面。有些人对于体验世界的层面，他是不需要那么多的，他根本就没有这些想法。这种就可能叫知足常乐，他也是很丰盛，但是所有的情境会显化出他相应的一个丰盛的情境回到他生命。如果他丰盛的情形是坐在那里打坐，享受宁静的美好，那他就会显化出很多这样的情境回到他生活里面，因为这个才是他享受的那个东西。所以每一个人在这个世界体验什么，享受什么，我们必须抓到自己到底是什么能让自己开心。我们被教育到很奇怪，就是把钱这种东西变成至上，金钱至上。然后事实上你在金钱上面不一定是能让你开心、快乐、幸福的，你要找到自己什么才是重要的，而不是那个金钱。很多体验世界的过程会需要到金钱这个环节来支援，那但是很多体验它也不一定要那么多的金钱来支援，每个人对世界体验的感觉不一样，所以你要很明白自己在体验各种不同体验的时候，哪一些体验会让你真正内在由内而外喜悦的感受，而不是那种短暂的兴奋的开心一下然后没了。什么才是让你真的觉得愉快喜悦的？如果你吃美食让你愉快喜悦，那么你就去吃美食；如果打坐让你喜悦愉快，那你就去打坐；如果欣赏风景，那你就去欣赏风景。欣赏风景有很多不一样的方式，你可以去出国旅游，那就是需要金钱这个环节资源；但是你可以去近郊的郊外走走，这个就不需要金钱资源。到近郊的郊外去走走，你就感受到很棒、很喜悦，这个就够了。但是这个其实还是会显化出你体验到更多美好的风景回馈于你，那一定还是会有金钱的资源。那你说的这个就像是巴夏说的什么追求最高的兴奋吗？我不会用这个作为一个说明的方式。追求最高的兴奋，这是一种解释的方式。我的解释方式是追随自己的心。追随自己的心，我们很正常的，比如说现在当下热，那我就想要开冷气。那内在的心就是很单纯，就是会想要开冷气。那么开了冷气，我就感觉舒服。这个就是一个很自然而然、发自内心的感觉。那我吃东西，我很自然想去吃美好的、细致的食物，那很自然就会去这样吃，就自然而然的。它不是一种建立在庞大的兴奋上，而是你自然而然你的心就会这样想要去这样运作的状态。那我举个例子好了，很多人都在工作，为什么大家工作都觉得很累，然后而且赚不到钱？原因之一就是因为
大家根本就不愿意去做这件事。如果我们把这个钱这个东西拿掉，你每个月不会获得任何薪水。那你现在做这件事，你想做吗？你想做吗？就是这么简单。各位去仔细思考这个，你不能违反你的心去生活，你一旦违反你的心去生活，你就会落入贫乏。各位听懂了没有？所以你追求不是说追求那个金钱什么，不是这些，而是你顺着你的心意很自然去生活。你这个工作你根本就不喜欢做，你只是为了赚钱，那么你就换一个不同的事情。你如果很喜欢小孩，你去当幼教老师，那你每天看到哇好多小孩好开心，即使没有钱，你看到那些小孩会不会开心？会，那很棒，真的很棒。你以后会因为这个事情而不断的丰盛。反过来看，你如果因为金钱而去进行一个你生活中并不喜欢的事情，你等于是在显化对自己一直不舒服，一直有压力，然后一直困扰，一直并不喜欢这些情境不断的回来，你觉得你会是丰盛或者匮乏？那非常明显。所以我们如何看待自己的内心，这个要抓得很稳。那有人说，为什么他看到一样东西，他很喜欢、很想要、很兴奋，他觉得很开心、很美好，但是当他花钱买那样东西拿到的时候，却好像就又没有那么兴奋了，就可能过一下就没那么兴奋了。那这又是怎么回事？事实上就是如此啊！世界上所有的事情本来就不是一个恒久的状态，我们每分每秒遇到的情境就是那一个当下的情境，就结束了。我们体会到的当下不就结束了吗？你希望这个体会能够延伸3个月、1年、10年，那是不可能的事情。所以在每一个当下，你体会到，并且全心全意去体会，然后就结束了。下一次它就会有更多的体会回来。就是一次一次这样一直会回来。你买到一个东西，你当下很喜欢很喜悦，那它在那个当下已经是结果了，那个成果就是让你开心喜悦，这个开心喜悦就已经显化出下一次开心喜悦回来。你隔天看到它，或者2、3天或者1个礼拜你看到它不再那么喜悦，那有什么关系？你如果强加在上面一定要喜悦的话，其实你只是用损益的观念，用金钱观念去看待它。我花了5000块买的，竟然1个礼拜不到我就没感觉，你是不是这样想的？其实所有事情不是在那个多少钱上面，而是你在那个当下已经完成的喜悦了。你怎么会去计较它说，我2天之后看它还喜不喜悦？没有这个问题，所有事情在那个当下已经完成，并且已经显化出下一次的丰盛回来。但是如果你2天之后去计较说，我花了5000块买，竟然没什么感觉，你这个念头、这个信念就是贫乏的，你要注意。所以到底是贫乏还是丰盛，每个时刻我们都要看得清清楚楚。那下一个问题是，怎么样分辨花钱买东西是出自于欲望的贪欲，还是丰盛呢？一直追求美好的感受，会不会导致贪欲？贪欲的意思是，我没有的时候，我一直很想要它，这个叫做贪欲。丰盛的感觉是，我当下可以做什么，我去做，然后产生美好的感觉回馈自己，我就会下一次显化一个情境，让我可以去感受这个丰盛。越来越多可以感受丰盛的，就会越来越显化丰盛。我越一直想着要什么而得不到，这就会产生匮乏的感受。各位有没有又听清楚匮乏跟丰盛到底差别在哪里？我们随时无时无刻不是显化出丰盛，就是显化出匮乏。所以你的信念到底会显化出什么？如果你很想要，然后你一直要不到，这个叫做欲望。欲望是什么？就是匮乏的感觉，就是我要但是没有怎么办？这时候你不是去专注那个我要没有的东西，而是你应该去专注一样你现在可以进行却让你开心、幸福、丰盛的事情，它就会显化出越来越多，可能最后就会包含你要的东西，而不是你一开始就想说这个我要怎么没有，一直没有，你一直没有，当然就一直没有，你投射没有，怎么会回来有呢？所以各位要很清楚丰盛的信念跟匮乏的信念，照顾好自己的信念就没有问题。那所以意思是看到一件东西想要不能想要吗？那要怎么办？不是，你看到它是美好的，看到那个当下不就已经是喜欢、欣喜、丰盛的感觉了吗？你看到一台美丽的车，那你就看到哇，这车好美，就这样就结束了，你不要去想它。然后当你看到这辆车，哇，感受真棒，好美。你甚至车展你也可以进去坐坐看，试坐看看，都不用钱你不用去想说我现在有没有能力去取得它，你当下就可以去享受它。
你看房子也一样，看车也一样，然后你看珠宝也一样，很多东西都一样。你看到它的那一刹那，你感觉到哇，很美好，它已经完成了丰盛了。但是你后面又加上匮乏的信念，你想啊，我现在没有，哎，真是糟糕。刚刚不是已经感受完了吗？怎么会没有呢？明明感受到，你却说没有。如果没有，你为什么会觉得它漂亮，觉得它美好？你已经觉得它美好，已经感受完丰盛了。这个各位要仔细的想想看。你感受到它美好，已经完成了显化了，丰盛了，所以就结束了。但是你后来又想说，啊，我现在没有，这个就是多出来的，这个就是匮乏的想法。所以这个东西其实可以拿掉，我们可以常常去感受美好的生活，美好的现象。很多东西完全不用花费，看房子不用花费，去看车展不用花很多钱，200块门票就结束了。如果你真的是享受的是那个物质的，也没关系，你就去感受那个物质的，它回来其实是一种感觉，而不是那个物质那个东西。所有东西是换感觉，什么感觉会让你觉得啊美好，那你就去感觉，感觉就结束了啊，美好啊。对呀、这让我想到，我们之前不是有一次逛超市的时候，然后就有一个阿嬷，好像妈妈还是阿嬷，好像是阿嬷，好像是阿嬷。阿嬷她带着她的孙女去超市买东西，那我们就在旁边，然后我就看到她的孙女拿起一个巧克力棒，后来我就听到阿嬷骂她的声音，她就说：“放回去，放回去。”我们买不起这个，放回去。现在家里都没有钱，妈妈都没有钱，放回去，不要拿这个。你怎么这么不懂事啊？这个教育就是埋在他心里面一个阴影。以后丰盛还是匮乏，当初这个教育就显得很重要。很多事情都是我们小时候接触来，然后放在我们的潜意识。其实他可以跟他说，哇，这个东西好美哦，好漂亮哦，然后很棒，然后一定很好吃。但是现在我没有带钱来，没关系，下次你就可以拥有它，没关系，下次你一定会拿到，他就会觉得很开心，觉得很丰盛。你给他一个丰盛的感觉，他以后就会显化很多的丰盛，而不是给他植入一个匮乏。这个普遍的现象，就是在大家的生活里都会遇到的。你当我爸好了，你当我爸。我们回到过去小时候，你当我爸。那其实也可以，如果没有办法去买很多玩具给小朋友，其实也可以带小朋友去玩具店，有一些玩具反斗城什么，很多东西都可以尝试，可以在那里当场去感受去玩，他就会觉得很好玩很丰盛，以后他就会建立一个很好的感觉，就是这样。那下一个问题是，如果存钱是为了买车买房呢？如果要买贵一点的东西，是否就要好好的存钱？如果有做生意的人呢，就会明白一个道理，就很多生意的机会不是你去努力去争取去做来的，很多机会都是不知道为什么就获得了一个机会，然后就把握住，然后就赚到一笔钱。当然这个一般上班族可能不会这样想，但是我们有另外一种思考的模式，就是车子不一定是买来的，车子有可能是父母亲送的，也有可能是结婚的时候嫁妆，也有可能是抽奖抽中，各种获得的方式其实不一定是买的。另外要想到的就是，车子不一定是存5年存到一笔现金然后去买的，你其实可以现在无息分期付款什么，然后不用头款的。你既然可以存钱，那你为什么不现在就拥有它？你要存到足够了，然后你再去买。你现在为什么不先买，直接去享受它？然后反正是分期付款，跟你每个月要存款，事实上是一样的，你就当做存款，那不就马上就拥有了吗？所以很多问题其实是如何把它显化出来，而不是说一定得存钱存很久才去买它。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，其实是有这种效果的，就是你可能在存钱的过程当中，你想说啊，我很快就会拥有它，因为我存这些钱就是为了享受这个东西。然后在过程当中，你就会不断再去看那台车，看那个房子，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，你就每一次都享受到美好的感觉，觉得很棒。然后钱的部分就会回馈你，去支援你，支持你去得到这件东西，就是这样。我们不要把焦点一直放在钱上面，
我们要把焦点放在美好的感觉上，不断的营造美好的感觉，你一定就会获得它，而不是那个我想着存个5年之后我就可以买它，存个5年之后车型都换了，然后你原本想的那一台，已经变成旧车了，这样，所以倒不如当下就想办法分期付款，先获得它，这会比存钱更好。分期付款先获得它。对呀，因为你存钱嘛，你存钱还是每个月要放一些钱在银行里面，那你现在直接去分期付款把它买下来，那你直接就享受到了，而且很有可能你5年后你又会显化出新的来支援你换另外一台新的车子，那你5年后开的就是另外一台新车，那你现在直接就享受到这台车了，所以你现在就当下就去享受它，你不需要等5年之后存到你才去享受它。所以欠债是没问题的吗？我借别人的钱买也是没问题的吗？只要我感觉美好，没有问题啊，完全没有问题啊。重点是在哪里？重点是这个东西是你的精神负荷在哪里。也就是说，你觉得你欠很多钱，你觉得你欠很多钱，你很有压力，这个感觉就会显化出匮乏，所以你要很明白你精神的这个压力点在哪里，你可以承受的点在哪里。如果你欠别人5万，你觉得没什么，才5万块，但是你欠别人50万，你就觉得50万好多，所以你内心的承载的那个点在哪里，你自己要知道，你可以去打破那个框框，把那个压力点拉到更高，其实没有什么，你必须注意到的是你内在可以承受的点在哪里，在不匮乏的情况下，那个点是在哪一个地方，你就让自己到那个点，然后你等扩大了那个点之后，你再享受更多的这个债务都没有问题，它都不会给你造成生活任何的影响，因为你不会投射出匮乏的信念，你自然回来的都不会是匮乏的，就是这样。那其实这是需要智慧的当然啦，对我们在传递的就是这些东西。多看我们其他的影片对啊，还是对要玩的好玩，玩的丰盛，当超级玩家也是需要智慧，对，要有灵性提升这样。很多人说显化法则没用啊，我都失败，是不是？也不是显化法则没用，就是不知道自己的精神压力点在哪里。没错啊，对啊，其实不是显化法则有用没用，是我们每天都在显化法则当中，我们每天过着的生活，每一个情境回来，从早上出门到晚上睡觉，所有遇到的事情全部都是显化法则所显化的。而我们在遇到每一个情境的时候，用什么信念去看待它，那个信念本身就是显化法则，会显化出下一个情境再回来。我们只是一直在显化法则里面运作，我们没办法去控制显化法则，重点是这样，而不是有没有显化法则成功，其实一直都成功。你每天遇到所有的事情都是显化出来的，怎么会不成功呢？而是你有没有能够主导这些情境的发生，就是这样。那为什么借别人钱买东西会负债还不出来？有一些人买着买着好啊，跟别人借钱，享受生活，享受丰盛，结果就欠别人钱，然后一直还不出来。有些人甚至干脆不还的。这个你问的是借别人钱的人呢，还是去跟别人借钱的人？用哪一个焦点来看呢？两个都说好了。那先说借别人钱，但是还不出来。借别人钱，你已经满出来很丰盛，你给予别人一笔钱，他还不还都无所谓啊，为什么一定要还呢？就是你满出来，你既然可以满出来，你去支持你的朋友，那不就结束了吗？那为什么会一直想着我的钱流出去了哪时候回来？你都不还我钱？那他甚至已经不见了，消失了，不还。没有东西是从这个过程当中完全没有东西存在与消失，没有任何东西啊。我买一个东西，比如说我买一个苹果，那苹果拿回来我吃掉，那有那个苹果存在。在我借你一笔钱，然后你还我一笔钱，或没有还我一笔钱，这整个过程当中有任何的东西吗？除了那几张纸之外，有东西吗？而且也不一定是纸哦，可能我转账给你的，那有纸吗？没有。那所以在整个过程当中有东西吗？有东西吗？完全没东西耶，只是我信念上说我有一笔钱流出去这笔钱没回来，这一切都是假象。完全是一种信念的运作而已哪有东西存在于这个过程当中？
所以意思是借别人100万，就算别人不还也没差吗？你自己的信念在哪里啊？你如果觉得这个你自己很丰盛，你愿意分享，那就这样子。你没有这个办法去分享，那你就还不到这样子的情况，那你就不要去把这个交出去，就是这样。你不要去寄望说，我交出去之后，然后我整天想着还钱啊，不还钱，你那个是不断让自己投射匮乏信念的一个举动。你这个举动不是帮了对方，而是害了你自己。那你干嘛去害你自己呢？而是你在你的内在到底有多丰盛，你去做多丰盛的事情。你支持他10万块、5万块，甚至1万块，你没办法支持10万，但是你如果觉得1万无所谓，那你就支持1万。你大可以跟你的朋友说，我现在的状态，我支持你1万是完全没问题的，但是10万对我目前来说是有问题的，不好意思，请你见谅，我只能支持你1万。你朋友也不会有什么不舒服啊，因为你无条件支持他1万块，然后他会感受到你的善意，对啊，他不会有什么影响。那如果是借钱的那个人呢，他一直不还钱，那他会显化什么？难道他就很丰盛吗？不还钱会很丰盛吗？这个重点是什么？这个一样的，就是我借了一笔钱来，然后这笔钱用出去了，然后我一直想着啊，我没钱还你，没钱还你，没钱还你。他本身也是一直投射匮乏的信念，造成他一直还不出这个钱来，就是很简单的道理。所以每个人在金钱上压力点在哪里？不要让自己超越那个点。你如果投资一个事情100万，赔了100万啊，没有就算了，也没差，那你就去投资。但是你去投资，然后你是想说这个是我10年存下来的钱，然后去投资，然后一旦没有了，然后你就觉得很匮乏。那你这个只是让自己放进一个很负面的状态里面。所以为什么投资出去其实不一定会成功？你是因为贪心想要获得钱，所以你才把那个钱投资出去。贪心是不会获得钱的，而是丰盛。各位要非常清楚。你觉得我参与这个事情很棒，感觉很丰盛很棒，你一定会回馈回来。但是你想说我只要丢出一笔钱，然后过一段时间，然后就很多钱回来，然后基于这种贪的心态，想取得心态，这种其实是匮乏。我现在不够，我好希望能够拥有更多。这个有没有看得清楚？就是这样。每一个事情其实都是跟匮乏、丰盛感有直接的关系。那下一个问题是，有人说他存钱才会快乐，你说让金钱流动会越来越丰盛，难道把钱存起来就是不丰盛吗？今天我们把所有的事情，我们把一个现象很单纯的看待它，这些纸，然后给你，你会觉得很开心吗？就如果它不是上面印着100、1000，纯粹就是一叠纸，然后给你很多叠纸，然后你会不会觉得很开心？就是这样子，它是一个很单纯的事情。你喜欢吃葡萄，那葡萄吃到你嘴巴里面就会很开心，那是实质上的一个东西。金钱其实是一个虚幻的东西，你要很清楚，你自己存钱才会快乐，是因为你的安心。你觉得这件事情让你觉得有安全感，所以你会觉得开心快乐。你在金钱上，你必须抓住一个一定得这样才有安全感。当这个没有这样的时候，你就没有安全感。这个要看到它是怎么运作的，就是安全感的问题。所以你要如何让自己有安全感，其实就是你不要把钱这个事情当成是一个你主要看待的对象，其实就没有了这个问题了。你不需要去一直把一些纸然后存起来，然后才会有安全感，那其实只是安全感，那不是真的快乐。可是看到数字，就有些人就是会有一种安全感啊，难道不能存钱让自己感到安全吗？一定要花出去吗？每一个人的选择不一样吧，不同吧？选择不同，这个就是一个匮乏的选择。为什么要选择匮乏的选择？就是如果你把钱放着一辈子都不花，然后这一辈子生命结束了，然后这个东西会让你快乐吗？你没有去享受到它，这一切只是一个数字在那里运作，在这中间根本没有东西产生，没有享受到任何东西。要分得清楚现象还是只是一个意识形态。存钱只是一个意识形态，它不是一个真实的现象。就在这件事情上没有任何现象的回馈，就是当我钱存着的时候，就这样啊。它有任何情境发生吗？其实都没有。那没有情境发生，为什么你会很开心？那只是你的意识认为这样，你的信念认为这样，那纯粹是信念上作用，不是现象。
我们今天讲你去感受现象的本身，而它是让你感觉美好的，一定会再显化出下一个美好的现象再回来，所以你就会不断的有美好的现象回馈你自己。但是存钱这件事情完全不是一个现象的事情，而是一个信念的事情。当然你如果因为这件事情快乐，那个快乐你要知道那是源自于安全感。那会不会有人就是不需要享受？有的人可能说，我觉得那些都太物质了，我就是喜欢精神，精神才是好的。什么叫做精神？就你如果在一个氛围很好的地方，然后你在那里完全不需要做什么，你就待着就好，然后你整天享受打坐的开心，这是不是精神？很精神。但是那个地方是不是需要钱去支援你去待在那里，然后也要金钱去支援你，都不需要工作，你就可以待在那里。所以精神跟金钱，你把它用很现实的一种感觉去把它切割开来，其实精神跟金钱跟物质它并没有很明显的界限，是我们自己去用心的把它切割开来。精神跟物质其实并不是一个切割开来的东西，所以有的人想说，只要我偏向精神，我就不是那么物质；我偏向物质，我就不够精神。其实这只是一种想法，这只是一种想法，纯粹是一种想法。很多让你心里很舒服的事情，往往有时候是需要金钱去支援，或者是物质层面。当然，你觉得说你都不需要这些，那也无所谓的，你可以去尽情的去享受你什么都不需要的感觉。但是既然是这样，那更不需要存钱。对啊。所以你都已经很精神了，你怎么会需要存钱？对啊。你完全不需要去为求了一个安心然后去做这件事情，因为你享受的是精神层面。今天可能你睡在路边，你的精神都会觉得很美好。睡路边真所以好。需要钱吗？那跟钱已经无关了。对啊。就是你如果很注重精神的，其实更不会去存钱；很注重金钱才会去存钱，而存钱是源自于一种不安，一种需要安全感的状态。我在想啊，会不会有一些人选择不要，是因为他认为自己得不到？有好几种，一种是认为自己得不到，另外一种是认为自己不值得。认为自己得不到，那是因为不了解显化法则。听我们的影片就可以知道，一切其实都可以达成。那认为不值得，这个是缺乏对自己的一种认同感，觉得自己在世界上没什么贡献，其实不值得去得到这些回馈。但是我们要很清楚知道，我们来这个世界就是来体验世界的，我们体验着现象，体验着现象要不要金钱那不一定，有的现象你不需要金钱，有的现象你需要金钱去体验。我们是来体验这个世界，每一个人都是一个非常完整完美的个体来到这里体验世界，没有任何人是值得或不值得，它就是一件本然如是的事情，本来就是这样的。所以你如果你的内心违反了这种本来就是这样来体验世界的过程，那你就会活得很辛苦。你明明内在很想去体验，但是你又觉得自己不值得，或者自己得不到，然后就卡在那种我没有，我不行，我不值得。那其实是一种匮乏和负面的想法。那为什么有些人会自己选择不要，然后也劝别人不要？那他可能自己认为是在帮助对方。这没什么，他就卡在一个自己认为就是这样的信念系统。那很多信念系统都会让人卡住在里面，爬不出来，然后并且认为别人只要违反这种信念系统，然后就是不好的、不对的，很自然就是这样。那是说，如果跟他同频率的人，就是可能信念系统比较接近的人，就可能会听他的劝说吗？这个解释起来就很复杂，因为很多还有关系的问题，就是如果劝说的人是父母，那他的孩童觉得说我必须要听父母亲的话，那又是另外一个信念了。就是不管他讲什么，我必须要听他，这已经是习惯了。那这又是另外一种信念去使然。那基于朋友之间或者任何关系，然后去听对方的这个话，然后听他的劝告，这往往卡到关系对等的一个状态，而不只是单纯这件事情上频率是相等的，所以那会有一些复杂性。所以像我其实都好像不太会听别人的，就是我都听自己的。例如说网络上很多网友说，某部电影好烂哦，不好看啊，难看死了，他怎样怎样怎样。但是如果我看到这种评论啊、评价什么，其实我都是看看就好，
我其实不会真的去听他们说，然后跟着那个风向走。其实很多，例如说别人觉得不好看的电影，我会觉得很好看。那可能我看的角度也会跟别人不一样。我觉得每个人的世界都不一样，我自己是跟随自己的心。对，我不会别人说什么啊，那个人很糟糕啊，那个电影不好，你看那个啊，烂死了。然后我就听哦，真的哦，那我不要去了，那我不要看，那我不要听啊，谢谢你的提醒啊，太好了。对，我不会这样。如果有一部电影我是真的很想看，我就会自己去看到底在演什么，我不会听别人说到底好不好看，让别人决定我要不要看这样。所以如何活得轻松自在，如何显化出更丰盛更美好，就是要照着自己的心，自己的心怎么样就怎么样，而不是照一个规范、社会规范或者别人说你应该如何如何，那你就去如何如何。甚至说你应该要做这样的工作，那你就去做这样的工作，其实你一点都不喜欢。所以每一个事情上你都尽量能够照着自己的内心、自己的心去走，然后你才能够真正感觉到世界是美好的、丰盛的。不然你其实会卡在一种，我每天只是一个像机器一样运作，那我只是要符合别人的看法，我小时候要符合父母的看法，长大要符合老师的看法，然后出社会之后要符合老板的看法，然后我就一直符合别人的看法，然后活着，然后我就我其实只是一个工具，反正总有要符合的对象，我就尽量符合这些对象，然后就付出我的劳力啊，这样很多人都是这样子活着的，这样的状态就是一种匮乏的，而没有办法显化出丰盛。你要先学会，先发现自己的心是怎么走的，然后去感受自己的心，然后让自己的心照着自己的心去生活，那你才能真正开始显化出丰盛。像我自己觉得，如果真的要听别人的建议的话，还是要看人。就是假设说一个社团好了，那个社团里面的人，大部分的人想法都很负面，他们可能带有自己的一些滤镜啊，或是他们对某个人有偏见啊，某件事有偏见，那一个负面的氛围。那如果这时候去问他们说，你们觉得世界很美好吗？那他们可能就会说世界烂死啦，因为那个谁谁谁他怎样啊，把世界搞成这么复杂，这么的混乱啊之类的，就可能会带有一些个人的滤镜在里面。所以我问人问题还是会看人。应该是说你会去得到的答案是开阔的还是封闭紧缩的？你不会去听那个封闭紧缩的答案。对，我会去听开阔的答案。对。你看，像我就会一问墨子问题，他的话我就会听，因为我相信我自己的直觉，我能直觉，这个人的回答，他给人的感觉是开阔的还是紧缩的，这个就是频率能量，就是骗不了人呐。所以呢，假设说，对方跟我的关系，就算是朋友好了，就算是亲人、家人、家族里面的人好了，我也不会因为对方跟我关系很好，有可能有血缘关系，或是他是我学校老师之类的，我就一定会听他的，也不一定，就是一样是跟着自己的心、自己的直觉。但是有些人跟着自己的直觉，会不会跟随错了？不会啊，完全没有错。例如说他是开悟者，他是善知识，那可能有人靠近他就觉得好不舒服哦，不是，然后直觉他是什么恶魔？不是，他这样跟随的是负面的想法，有恶魔存在，然后觉得别人是不好的，所以他是负面的想法，又显化出负面的情境，他就一直在那里转。我们跟随自己的心，就是什么东西才能让我们自己安心、开心、快乐、喜悦，我们跟随的是那个，而不是说跟随着我的想法，那个只是想法、信念、小我的一种运作。拼命的让你在那里思考说这个到底如何，是这样吗？不是那样吗？有可能不是这样，有可能很多这种思维在里面。对啊。其实很单纯，就跟随感受，这个带给我美好的感觉，我就跟随这个，那么不断的显化出丰盛美好的感觉就好了，而不是跟随那个脑袋的声音，应该如何。可是有些人的小我被打到他觉得很不舒服，又例如说别人过得很好，自己不舒服，那就是头脑问题跟他显化一点关系都没有。他这样子其实就是头脑的运作而已。所以可能例如说一个人过得很好，活得很好，那可能他的小我突然被打到了，然后产生嫉妒了，那又说什么跟着直觉跟着心走，那会不会有些人会误会说那个人让我感觉不舒服，我要远离他？也可以啊，都可以啊，都无所谓。跟着心走，而不是跟着思想走、想法走。
他自己如果没办法去发现他所有的东西是来自于他的内在的想法，然后把它控制住，才会让他去看这个也不顺眼，看那个也不顺眼。他会一直卡在这些上面，他会不顺眼就显化出不顺眼，就显化出不顺眼，所以就一直活在看谁都不顺眼的状态，就会变这样。他如果看这个人不顺眼，不管他是什么，他可以先不要去看，都无所谓。他先找一些让自己开心的事，而不是把专注一直放在看别人的不是上面，而是应该把自己的心看什么东西、什么情境，让自己开心快乐，就去接触那一些才对。而不是把专注力放在看这个，我看我不对，他有问题，这不对，这不行。他一直把注意力放在那些不好的事情上，不管世界是不是真的是这样，他自己都已经活在那个深渊里面了。这集还蛮长的，那还有一些问题，我们就下一集再分享。好，第3集。好，这集就到这里结束了，拜拜。拜拜。